今天赖清德就他这10讲不惜挑起战争的危机，完全是为了大罢免，因为他唯有如此，他才有办法卖得动他已经卖不动的芒果干，动员民进党的选票。你还别说，青鸟就相信呢，他自己就是侧翼造谣的源头，动跟山是一样吗？你做过立法委，你不懂吗？故意的嘛。不会潜水的潜艇叫国防工业成果，26家无人机厂商叫无人机系统供应链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赖赏团结10讲，他讲了很多废话，与国人不分政党朝野，相挺国军，支持国防预算，以实力达成真和平。第一啊，你他妈再恶心点啊，又在情了，不分政党朝野，你到今天还在抄人。柯文哲被关在里面啊，10个月啦。彭正生的老婆跳下去了，你叫大家不分朝野相挺国军，彭正生老婆跳下去，他一句话不说，然后呢又要支持国防预算，以实力达到真和平。我就问乌克兰有真和平吗？这你活在哪个世界啊？以实力达成真，你告诉我，你比乌克兰强吗？你有北约挺吗？你有美国真挺吗？他要什么？还要钱啊！开口就在绑架，讲错了在那边硬凹啊！赖清德说，北约各国承诺2035年之前将国防预算增加到 GDP 5%， 所以他也要达到 3% 以上。你确定北约各国都这样承诺吗？最近西班牙 2.1%， 抵死不从。看一下新闻好不好啊？北约要求他们各国军费占到 GDP 的 5%， 笑死人了，他们有钱是不是？北约一群烂咖啊！台湾现在军费占不到 3%， 就占了我们的总预算多少钱呢？随便收一个新闻就可以打爆这个家伙的脸。北约根本就没有在遵守那个什么军费几%的，因为没有惩罚机制嘛。那大不了你美国不要保护北约这个国家，你有种吗？所以我跟人家讲啊，赖清德这个家伙啊，就是啊随便乱讲。这里有个更大的笑话。强化国防预算编列1500亿，主要强化国土防卫能量，强化台湾海域坚贞3个面向。1500亿用于国防韧性，另以1000亿补助台电你不是要强化国土防卫韧性？请问1000亿补助台电什么？补亏空？你怎么不敢讲？1000亿是把台电的电网全部地下化，埋到钢铁涵管里面，让它这个电不会断，还是说把我们的天然气的储气槽地下化，藏在盐田里面？不是，各位啊，这1000亿就扑通没了。国家是大家的，政党可以竞争，但国家不能牺牲哦。期盼不分政党、不分朝野，共同支持国防、外交等事项。是啦，国家是大家的啦，但权力是我赖赏的啦。政党可以竞争啊，但政党你不可以争赢我啦。国家不能牺牲啊，因为我不能被牺牲，要牺牲你啊。所以呢，不分政党、不分朝野，共同支持国防，请跪下把钱交出来。天天讲干话。什么叫国土防卫韧性？就说你这个电厂不会被炸掉，对不对？我跟大家讲，人家以前苏联啊、中国大陆啊，他们怎么搞真正的国土防卫韧性？当年中苏交恶，中国面临苏联巨大的压力啊，把非常多苏联元件的工厂啊、技术啊、人员啊等等的，全部往山里面拉，这才叫做国土防卫韧性啊！每天那边鸡巴说阿共怎样都是假的，你的韧性是什么韧性？人家的韧性是什么韧性？你要苏联怎么撤离吗？苏联把所有的专家、所有的器械、所有东西能带走通通带走，人能拉走通通拉走，什么都不留给你，土法挖。用练就想办法一边挖想办法改善，这才叫国土防卫韧性啊！请问你赖清德怎么国土防卫韧性啊？天然气第3接收站、第4接收站在基隆，一路盖到高雄，说要盖7接啊，第7接收站全部盖在港口旁边，50%的电力用天然气来发电啊！你的气球漏在港边，我问你，你真要开打？他甚至都不用什么钻地炸弹，什么隐形战机都不用，对岸直接架着火箭炮从福建咚，你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台湾瞬间没电，很厉害。对啊，台湾还有个自吹自擂的事情是什么？说我们是全世界上防空火网最屌的国家。好，我问你一个事情哦，以色列的防空火网是塑胶的吗？以色列防空火网有几层啊？美国后来送他一套萨德是早期就拦截的啊，结果伊朗的飞弹加无人机搞个快慢刀就把以色列当场干破防。后来特拉维夫的市中心天天在爆炸，人家以色列跟伊朗差1200公里啊，两岸差100多公里啊，
你赖清德你继续讲吧，啊，这就是你说的防卫韧性，这继续唬嘛。台湾要有自主国防，带动国防工业，那个潜艇都还没潜下去，它已经叫做目前成果哦。还有，我跟你说，还有台美工业合作上，去年26家无人机反制系统、水面载具等等，打造台美国防综合供应链。美国人有无人机供应链，美国都还在偷买大疆无人机嘞。完全装瞎，所有现实的条件一律不谈，只谈一件事，就我觉得我可以，我有实力达成真和平，我可以恐吓威胁对岸。然后所以蓝白立委很可恶啊，动3预算啊，你他妈你还做过国大代表，做过立法委员，你不了解动跟3差多少吗？还在动3预算，所以你看哦，青鸟所有的缩帖。这些霸团所有的缩帖，全部都是赖清德制造出来的啦。今年国防预算史上动3总额最高，共计84亿，一度被冻结达到899.4亿，包括海鲲号等。又来了。啊，你不是说动3吗？那为什么又可以用了呢？为什么又从899.4亿变成84亿呢？他妈，你赖清德你要不要顺一下逻辑啊？无人机产业，因此中科预定在嘉义民雄建立无人机与航太产业园区，绝对有其必要。可惜今年审查预算中，民雄预算遭到冻结50%。为什么？这个无人区与航太产业园区根本没有在动。我问一个问题啊，你跑去嘉义民雄盖，请问你有办法吸引到人才吗？又在圈钱，又在骗钱，荒地一片。请问这里你要谁来这里上班啊？这妈的，所有事情都靠一只嘴唬烂就过了呢。这个之前有人踢爆，这个嘉义民雄的无人机园区是很有问题的。所谓的签约厂商很多根本没有无人机制造经验，所以为什么发生过？大家还记得吗？赖清德去看所谓的飞鸿供应链的无人机，结果无人机的马达上面就大大写着 Made in China， 再唬烂啊！无人机园区就是无人跟机啊，跟投机啊，叫无人机园区。Bingo， 嘣嘣。绝对有其必要，可惜在今年预算审查中，民雄园区预算遭冻结50%。废话，你他妈用的是 T-Motor 的产品，不冻结你冻谁啊？赖清德故意的啦，他的10讲完全是为了大罢免而讲，所以他现在讲了4讲，还剩下6讲嘛。那如果平均3天的话，就是接下来的20天，他会把它讲完嘛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在726刚刚好的前一个礼拜，他会把它讲完。老美一定会修理，但是赖清德顾不了这么多了，我必须726的时候先过这一关。就像当年陈水扁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本来乖乖听话4不1没有啊。2000年当选的时候，后来为什么变成一边一国？因为我完蛋了，我的民调已经掉了，然后我现在整个权力摇摇欲坠的时候，然后我是一个少数总统，我又是一个少数国会，当年的陈水扁怎么办？就算被你美国打修理，我也要开始掌台独大旗，因为我才能够聚集我40%的民进党的支持者。所以他多次提到，我们国军的训练都交给美国，我们不只要买美国的武器，而且我们国军的训练全部就是让美国直接的介入。你有听过中华民国历任的总统讲过这个事吗？我们跟美国买那么多武器，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跟美军有一定的协助跟训练嘛，但是这通常都是不可说的，非常非常的低调的。他故意踩北京的红线的，他就在撩北京嘛，他就希望你北京出来骂他，出来越凶越好。所以他现在也是跟美国讲，就是说你要求我天价的军购预算，我一定会给你做到。可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他就是在挑衅北京嘛，因为如果没有北京出来凶他一下的话，他726大罢免如何达到他的政治目的，如何化解他的政治危机呢？可是问题是民进党的同温层是很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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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所以即便如此荒腔走板，自我矛盾，错误百出，可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因为已经被包裹得非常的严实严密了，所以他听不到这些话的，这就是危险之所在。而今天台海的稳定跟和平就变成完全要靠北京的高度自我克制。